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刘彩薇议员、陈婉和委员。好，那关税哦，川普这很厉害，一出手全世界震荡啊。那另外呢，这个对等关税4月9号要上路了哦，4月9号是要上路嘛啊。那川普说我不会拒绝暂缓，因为很多人劝他慢一点嘛啊。那他说不但不暂缓，而且不排除永久实施，永远就是这样。但是什么叫永久？换一个总统，搞不好就给他变了哦。所以呢，这嘴巴讲吧啊，意思是说，可能在他任内不轻易把它这个停止了啊。那因为美国股市上跌嘛，所以很多金融大亨就一直这个批川普那个高关税，害我们把我们害死了哦。也包括共和党的金主哈。那也包括这个 Home Depot 的这个老板啊，也包括贝莱德哈，就是本来说那个巴拿马那个港口李嘉诚要卖的贝莱德哈 ，BlackRock 执行长啊，那都骂啊。那另外呢，马斯克也受伤很重啊，哦，马斯克那个 Tesla 已经跌很多天了，所以呢，他本来说他是川普的麻吉哈，现在说你不要搞对等关税嘛，但是没用。川普说我心意已决啊，我愿意听 Navarro 的，不要听你的哈。而且呢，川普还希望说欧洲也都零关税，我们零关税对零关税嘛。川普也生气哦，这个他的经济幕僚也生气啊，说你特斯拉那个这个马斯克就想卖特斯拉，你是车商嘛，你当然在乎关税了啊。那这个他的那天我们也讲 Navarro 是他的这个关税设计师啊。那也讽刺马克思，你看照顾只想你自己嘛，你哪有真为美国想呢？那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我们可以还是讲，我们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谈判啊，而且好像也劝过川普了啊，说你打到底也没意思啊，对不对？你总是该谈就要谈呐啊，那把利益换回来就好了，你不就是要利益吗？你就爱钱吗？要利益吗？啊，而且所以他们认为说，川普是不是因此松动了？所以呢，可能比预期更快。哦，就有结果哦，就结果啦啊！川普呢拿到他要的就满意啦啊！那另外呢，昨天呢曾经这个一度说哈，川普已经同意哈，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关税缓90天实施哦哇！所以我一看哇，怎么这个股票一下就上来了哈？这叫做戏剧性反弹。后来白宫出来说没有这个事情，乱讲啊，否认啊。那他的这个贸易顾问呢，纳瓦罗说哈，会上5万点啦，你们紧张什么？道琼就川普一直讲嘛，未来总是好的，你们只是生病了，短暂要吃药，要手术啊，好了以后不是更好吗？哦，所以呢，将来不得了，美国太好了，关税1年多收多少钱呐？对不对？这上兆美元呐，哦，工作机会也多了，哦，美国股市一定蒸蒸日上，哦。那另外呢，欧盟说好了，我们零关税好不好？川普说买我们的能源啊，你们干嘛买俄罗斯的？干嘛你们自己搞？买我的啊，买我的能源啊，哦，我的天然气也很好啊，我的核能也很好啊，哦，我甚至还有页岩油，我通通有。石破茂跟川普还通了电话，还不错啊，他能轮上跟川普通电话也不简单啊。通完电话，川普就说美国对日本对美国太恶劣了。赚我们太多的钱了哦，这个骗子哦，小偷，意思就是偷我们的钱，偷我们的这个用关税来害我们，已经骗我们几10年了啊！跟我通电话就想叫我放弃高关税，哪有这种事情哦？那另外呢，团队考虑出口税负抵减，哎呀，就是大家搞的，你出口就给你一个补贴嘛，就这个意思嘛啊。那老美现在呢，只要现金，因为美国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现金，这一跌更惨，不但股票卖。公债也卖，反正我手上有什么东西，把它卖了吧。我们看一下。Boy, has it been a wild just 2.5 hours. 连 CNN 主播都形容太疯狂。华尔街周一因为一则假消息，让美股搭上云霄飞车。Did see this morning was there was a tweet out there on social media suggesting that there's some sort of a 90-day pause that's in the works. And it was picked up elsewhere, and the markets turned around rapidly.
就是这个名叫 Hammer Capital 的账号，在美东时间上午10点11分，宣称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考虑对大陆以外国家停征关税90天。没想到短短1分钟内，美股3大指数都从早盘低点暴冲回升，让包括 CNBC、路透社还有彭博在内等各大媒体10点15分跟进报道消息。但最戏剧性的是，白宫后来出面驳斥是假消息，股市大幅震荡，道琼指数再度回落。Except the problem is the White House has said that that is fake news, that there is no 90-day pause. And so we've seen the market completely reverse. 一则在 X 上的错误消息，竟让股市翻天覆地，最终包括路透社、CNBC 都发布更正讯息，撤回相关报道。So the idea that it's going to be a nuclear wint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而究竟假消息打哪来？原来是阿克曼日前曾公开呼吁川普应该暂停加征关税90天，防止出现经济核冬天。刚好哈塞特接受福斯新闻访问，被问到相关问题，才导致以讹传讹，也让人见识到社群媒体居然有撼动股市的惊人影响力。好，老沈有什么观察？有什么结论？有什么建议？这不用观察，就是很糟糕就对了。我觉得到今天此刻为止啊，川普这一招很难善了。所以你看，今天东亚洲的股市啊，我们的最糟糕。那当然，其他的人就是说比较肤浅，看得不够深刻。但是台湾，因为台湾很多我们的电子五哥在东南亚的布局啊，非常的深入，所以呢，就川普这一招啊，等于把我们所有的供应链的地方啊，通通封杀掉了。他不是开刀啊，开刀哦，第二天就不错了。你看，像柯文哲，他是给大家吃泻药。那我认为，我们这一群从东北亚到东亚到东南亚的东方人啊，其实赚钱是有一套密码的，就是拼老命啊，去找全世界就成本最低、工资最低的地方，然后呢，做一些成本不高的产品卖给美国。那我们是天生是摆路边摊要赚钱的，赚钱以后呢，绝对不会买那个地方的东西啊，把它打平然后回家，不会。要么就是说我嫌你的东西不好，要么我就嫌你的东西太贵，要不然就是说不合我的意。所以呢，我净赚的钱我带回家，好带回家交给央行做外汇存底，然后外汇存底呢就用来买美国的国库券。但是你买美国的国库券，美国人无感啊，无感。所以呢，如果国库券不算，那我们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顺差国。那川普这个团队看人家顺差又赚了我的钱，这点最不爽。其实我们世界有几个贸易集团啊，比如说欧盟啦、中国啦，还有我们东南亚、东北亚这一群小龙，或是日本啊的赚钱方法，其实都虽然大同小异，但是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川普这个团队看我们这一套最不顺眼，就爱看起来。你看哦，那个纳瓦罗有一种，你刚才讲那个纳瓦罗说越南越南就嘛等你谈但是他没顾暂时人叫没去这国家前途暗淡啦。那越南说美国进来，不管什么，通通是零。纳瓦罗就给他打了一个耳光，说这个不够。你看你们的虾农啊，企业啊，你们的企业啊，不但大量生产、补贴各种欺骗的手法都用上了，然后大量倾销给美国，让我们路易斯安那那些好心的好国民的虾农没他了，整个虾农的产业通通被人吃的。我告诉你，越南的养虾也有台商在里头。一定了，因为有一度，而且我跟你讲管他什么越南、泰国、印尼，我认为都是台商在背后，都是华侨啦。对啊，不，还有我告诉你这个虾子有一次做的不错，所以我们的那个汉堡啊，里头有虾堡，你知道现在做的不好了，虾堡不见了所以纳瓦罗说，你这个连虾子都用这种方法赚我们的钱，这个不是说零关税就可以处理得了。那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呢？因为大家这个受害的贸易伙伴，现在他说有70国已经跟白宫联络上了，要排队，要来跟我协商，没有用的。
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排队的人啊，都诊断错了。川普心里头到底想要什么？川普其实口口声声只讲一个东西，他在意的是什么？顺差，就是顺差。他的逆差了。因为你这个顺差用百分比一换啊，我给大家看一个表，我这个重新整理的表，这个是所谓对等关税前10名啊，这个橘色的都是穷国了，多穷你知道吗？穷到整年花钱买美国货。花不到1亿啊，花不到1亿，高省上个贵没量去啊！那这个前10名里头，是我们台商聚集的地方，只有一个越南，然后下来就泰国就掉到11了，中国12，印尼13。你看这些都是穷国，穷到你看它的绝对值，不管是顺差的绝对金额也好，百分比也好，它有的时候它进到前面。它的这个顺差的百分比为什么会进入前9%或者是90%？因为台商帮你赚了一下，但是这个国家没有钱买东西啊，所以这个差额就拉开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那个孟加拉，你看我们台商帮他赚了83亿美金，83亿里头啊是什么？做成衣的，做衣服的了，可怜啊！你知不知道？这83亿来电做成衣的占多少？72亿，一件2块钱、3块钱的，占了72亿，所以其他的只有11亿啊。那你这个赖手头出口有24亿，最大部分就是做那个牛仔裤的，那其他当然还有一部分钻石。好啦，你听他赚了24亿，进来的是多少？进来的是0.03亿啊，所以你的顺差是23.97亿啊。当然，这个百分比是99.9%，所以你的税率是50%啊。但是呢，这个还没关系啊。你不但封杀了这个国家的命脉，而且这个国家这个24亿里头还有一点其他的是什么？钻石啊。那你这钻石也受累了，你卖钻石到美国，他也要克你50%，另外我倒霉了。所以这个是莫名其妙的所谓就是明抢给没抢的对了。的一个所谓对等关税，但是这样一来，大家看不出川普到底的美松的，他们排队要去讲条件，讲的条件呢，我们都喜欢骂那个赖清德，其实其他的国家也一样，他们提出来条件说，好啦，你的东西我们零关税啦，好了，我们排除贸易壁垒啦，我们不那个操控那个汇率啦，川普都说这不够的，没路用，没使赚钱。赚钱袂使退回去，这别个台湾人没得找。不，所以不是说骂赖清德，这他提的方法等于是空的嘛？跟大家一样，我平庸哎。那你台湾因为赚钱赚人家赚很多啊，去年赚了739亿啊。我今天如果跟你讲说，我个房子卖给你便宜，我车子卖给你便宜是多少钱啊？你要卖多少嘛？那才重要嘛。你说我要跟美国多跟美国买，我要降低。你要跟我买多少？川普问的不是说你形容词，川普问的是一个数字。你说我去年赚你去年你赚我739亿美金，今年你要赚我多少？你要给他这个数字啊，他才满意啊。川普做个商人嘛，你跟他说我今年会多买是买多少？你没有这个数字，川普是不会满意的。川普不是你跟他讲一些形容词，我给你买好多哦，我给你买更多哦，我给你买非常多哦，多少？你现在不讲这个数字，你光讲一些形容词。川普是笨蛋，他商人做那么久，他想写一本书，就是交易的艺术啊，谈判的艺术啊，好的不得了。我10几20年前看了，还觉得哇，这里面我还做眉批啊，没想到他今天拿这一套来对付全世界。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说我现在给你们这个就是最好的条件。你们如果想报复我再加你们关税那当然很多国家第一个吞不下这口气嘛，第二个他国内也有政治啊，他如果就这样束手就擒了，那国内他也选举选不上啊，所以他也必须要摆出一个姿态来啊所以欧盟也是挑了一些东西，我要加你关税然后大陆也说。我要你给我34%，我就加你34%。好，川普说
川普的嘴巴讲，这个满口笑脸，背后下毒手。他说我要跟习近平维持好关系，他好朋友，我跟他好朋友啊。但是呢，他说你如果报复我，就加你50%的关税。那加了50%的关税呢，所以他就说你赶快把你的报复计划拿掉。大陆报复计划是你抽我34%，我抽你34%，同时7样稀土，这个中重稀土呢，我要管制出口，让你的这些稀土产业啊，军工业用很多这重要的稀土，你就很惨。白宫说这样的话，它会到104%的税率呢，就是我原来20%，再加34%，就是54%，再加50%就104%呢。你承受得起吗？不过当然看怎么讲了搞不好大陆想想说，反正54%我也承受不起，再多不愁嘛。你抽54%，我反正卖不了你了，很多产业都不能卖了，我54%怎么卖？加54%的关税怎么卖你？所以呢，你54%，你再加50%，你再加500%也没有差，很多厂商就不能卖了。那川普就说呢，中国利用美国好几十年，早就赚够了。中国赚那么多钱，外汇存底3兆美金呐，还不够说拜登要负责，这奇怪了，拜登有没有当几十年的美国总统？拜登才当了4年的美国总统啊，怎么拜登要负责呢？之前的数十年，很多人是共和党的总统啊，怎么都是民主党的，乱骂一通了那大陆商务部就回呛说，奉陪到底，你这样来，我早就准备好了，来吧那么这个我们要反制措施，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呢，美方如果一意孤行，我们必将奉陪到底那说大陆他说呢，我们要封杀你的什么美国电影啦、农畜产品啦然后大豆啊、高粱我们给你的核心支持区，虽然价钱不多，但是我杀你大豆、高粱然后呢，你现在美国有禽流感，为了我维持我们中国人民的健康，所以呢，要禁止进口美国的鸡鸭鱼肉禽肉，要保障中国人民的食品安全。而且呢，你一直叫我跟你合作，说减少芬太尼原料的出口，毒品芬太尼不只有毒品，医药上其实也很多在使用。芬太尼的合作我是因为人道主义所以我就限制管制等等。你要抽关我什么事？鸦片战争的时候，你们这些西方国家不是逼我们去抽吗？所以呢，这个我现在就是说，未来合作基础已经把它删掉了，随便了，到时候我也不管制我的芬太尼出口了，你要毒死你们算了那另外呢，他们现在国家队也出手了，就是第一个多买库藏股，你们买你们自己的股；第二个呢，买自产股，它的这个中央也出力就跟我们那个国安基金一样，也要去买那另外呢，大陆央行也说呢，必要的时候提供足够的贷款、再贷款，其实都有贷款，但是再贷款多给你们贷一点那 Bloomberg 说呢，中国大陆已经60天没有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了，他已经早就准备了，因为川普第一任期就搞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心里有底了那另外呢，墨西哥他也不去投资了，原来他投资墨西哥转美国嘛，那现在墨西哥被美国追，要投资秘鲁。那投资秘鲁什么意思呢？卖美国不是中南美我要开发新的市场，加上航道，现在有新的航道出来了所以呢，我在墨西哥投资我也不投了那另外呢，这个香港的特首说，香港也要分散风险，因为美国霸凌野蛮，因为美国现在把香港也看成大陆了。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抛震撼弹，对中国下最后通牒。As you know, against my statement, they put a 34% tariff on above what their ridiculous tariffs were already. And I said, if that tariff isn't removed by tomorrow at 12 o'clock, we're putting a 50% tariff on. 4月7号，川普对中国加征34%的关税，结果大陆回敬对等，同样34%，把川普惹毛。他回呛，如果中国不撤销，9号就再加50%，累计税率将高达104%，并将取消所有北京要求的会面协商。施压和威胁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利益。大陆商务部8号上午强硬表态，回呛川普，中方绝不接受，如果一意孤行，将奉陪到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分析，中国虽然谈话坚定，但接下来要怎么做没有明确路线。
北京除了打文宣战，对内也召集包括特斯拉、奇异医疗、美敦力等20多家美企召开圆桌会议，表明强调会保障美资权益外，也呼吁他们理性发声。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其实清明年假期间，北京高层都在密集开会，思考如何因应川普关税大炮。是这样子啊。我们来看这个，当川普那一刀杀下去的时候，你刚刚看到老沈列那一张啊，你可没看你，前面都是很穷的国家哎，孟加拉，你刚才讲孟加拉就是在美国市场卖那个牛仔裤或者是衣服啊，一件2块钱美金，你还在其他的国家卖的话，最少10块钱嘛，20块钱、30块钱，他卖2块钱美金，这样的你要杀他。所以全世界来讲，这次是非常愤怒的了哦。那他的算法还是很奇怪，就是贸易逆差除以你的这个进口额，出口，它的进口额对，然后除出来，简单来讲就是台湾现在去年的话，你刚刚提到赚了739亿，台湾你还一半了，台湾你还一半，所以他们的商务部长啊叫做叫卢特尼克，他就讲一句话了，他讲。说，只要你没有他是想很清楚啊，只要逆差没有解决之前，不会延期，所以不会延期。换句话说，先要提，要付多少？我们就是370亿美金，370亿美金就是739，的一半，739的一半370亿美金，他要你这个钱。我们其实很衰，我们以前没赚这么多，我们是有史以来赚最多的，我们还洋洋得意说，哎呀，终于转移市场了。就碰到了。2024是700多亿，2023大概270左右。对吧？那个时候就少多了嘛，就20%大概就可以了。然后再往前一年还不到100亿，就是去年赚的特别多。结果你这样子的话，他要37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1兆3000亿啊，1兆2、3千亿啊！你要跟美国讲说，我要送你1兆3千亿，美国才会满足，才有可能说这个东西不实施。那你注意看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地雷，而且是一个等于超级核弹在这里，这只要有一天没有拔掉，对全世界的经济都很大的伤害。回顾一下历史，历史在同样以前有个总统叫胡佛，一模一样，1929年到1930年，大萧条，大萧条，全世界大萧条，就是他也是提高关税，然后他还做另外一个比较笨的，就是他还升息呀。现在这个好歹川普说我要降息，他那时候还升息，这2个因素，整个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了。整个世界大萧条，道琼斯美国的股市花几年才回到原来的一个水准，花25年的时间。你看，花25年的时间了，很可怕。花25年就他一次高关税这样下来，花25年才有办法让道琼斯的股市回到原来的水准。所以大家心里要想哦，就你原来买的股票25年才回到原来价格，才回到原来的价位。所以大家想清楚哦，真的说这是超级核弹。为什么叫超级核弹？你不要看说啊，今天我们的跌幅减少了，因为今天政府的一个国安基金或其他基金有集中点火在全指股，全指股的表现相对是比较抗跌，也有的涨哦，所以这是第2点我提到的。那么第3点我提到的，为什么美国有本钱讲这个？它3亿人口，3亿人口，全世界70亿人口啊，它占多少？1/27，对不对？还不到5%。可是它的消费力是全世界34%，全世界1/3的投资给他，就是卖给他。消费市场就它的消费很强，中国大陆人这么多，就占多少？10%，日本占5%，就它有这样的本钱。好了，现在就回到你刚才所讲到很重要的主题。那如果他把中国大陆说，哎，我把你加到104%，中国大陆我不要跟你买了，不要忘了，现在开始中国大陆跟韩国、日本要弄一个类似区域整合了。它跟ASEAN为主的有一个 RCEP，它的 GDP 占全世界30%，就它的区域整合，老共的区域整合，一个一个做起来，一个一个做起来，你就等于逼着全世界都要跟它整合。欧盟原来对中国大陆是很感冒的，这时候欧盟开始要跟他讲，欧盟现在对川普可能更感冒。对，所以他现在对中国大陆会觉得说，那经济上我们来合作。所以换一句话说，川普这一招下来，等于正式宣告，美国从此脱钩了他以前推动的全球化。那美国的经济历史就是2个，一个是孤立
门罗主义，门罗总统所提出来的，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来，门罗主义跟另外全球化这两个在摆荡。以前就是门罗主义，后来变成说全球化，那时候也是美国推动的，也是美国推动的。然后现在又回到川普等于回到1930年那个时候的 mindset， 所以整个来讲，全世界被他搞得鸡飞狗跳，他是逼着现在中国大陆起来了，逼着其他的欧盟，事实上经济体也蛮大的，欧盟跟中国大陆如果结合，再跟韩国、日本结合，那美国就被孤立了，变这个样子。就基本上呢，这些欧盟国家之所以为什么那样去抵抗中国，其实中国对他没有什么威胁啊。中国跟欧洲有什么威胁呢？中国对美国还有一些太平洋啊，再加上美国的盟友啊，什么韩国、日本啊，这些是有台湾。但中国对欧洲有什么威胁？没有，欧洲怕的是俄罗斯，欧洲哪是怕中国呢？只是因为欧洲为了讨好美国，所以你美国抗啊，我就跟你一起抗啦，对不对？那你美国就帮我呢抵抗俄罗斯。所以我刚刚突然在想说，如果中国跟俄罗斯讲好，你俄罗斯就不要对欧洲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嘛，对不对？你有什么？你现在没有实力去威胁人家，跟以前苏联不同。那欧盟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威胁，他对美国就没有那么需要了嘛。这个时候，美国如果说美国以外的国家都形成一个大联盟的话，美国也惨了。美国靠他自己也是不行的了。休息一下再回来。